乌克兰确认首批 F-16本月抵达。最新战报，带有集束弹头的海马斯导弹摧毁赫尔松俄军指挥所。号称10万的库皮扬斯克俄军战略失败后，开始向哈尔科夫增援。俄军宣布占领乌东战略要地，试图通过加强对托雷斯克的进攻来创造进攻恰索夫亚尔的机会。俄军利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俄乌双方的无人空战开始了，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荷兰获得24架 F-16出口许可证后，7月2日，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伊夫琴科表示，首批 F-16将于本月抵达。这是乌克兰首次公开承认 F-16即将抵达。他还补充称 ，F-16的目标是用于防御俄军战机和投掷的 FAB 炸弹，而不是瞄准俄罗斯境内的地点。伊夫琴科并没有指明第一批 F-16来自何方，但大概率会是进度最快的荷兰。火力军相信 F-16的首秀将很快到来，只不过俄军并不会放任 F-16顺利抵达。乌克兰官方虽然没有透露 F-16战机的停放地点，但俄军很早之前就开始袭击可能停放 F-16战机的机场。如上周四，俄军对乌克兰就康斯坦丁尼夫市发动了攻击，其目标便是这里的空军基地。据悉，就康斯坦丁尼夫市的乌军空军基地，从22年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就频繁遭到俄军打击。不过，乌空军发言人对此表示，俄空袭确实带来了一些困难，但不会破坏 F-16的交付和作战使用。乌官员们对该军事基地和关键基础设施遭受破坏的细节守口如瓶。不过，火力军觉得俄军大概率会瞄准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如摧毁跑道和存储设施，让 F-16更难升空。等 F-16抵达后，则将会直接攻击这些战机。乌军 F-16是否会顺利交付，火力军会持续关注。7月3日，俄方消息称，6月30日，乌军发射海马斯导弹袭击俄军第聂伯集团军在赫尔松地区赫尼切斯克的指挥所，如今另有引擎流出。由于袭击所使用的是带有基束弹头的海马斯火箭弹，在击中俄军指挥中心的2层行政大楼后，直接造成5死12伤。其中，第聂伯集团军指挥官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上将再度传出受伤信息，这已经是特普林斯基上将自从去年11月以来第3次被传受伤。不过，相较于前2次，这次受伤的准确性很高，因为据传俄军一个特别委员会正在调查这起事件，他们怀疑情报有泄露，才会在特普林斯基抵达后不久发生了袭击事件。在第聂伯河前线3日的战斗中，乌军共击退俄军对克林基桥头堡的8次进攻。由于一直无法从正面突破，俄军正试图乘船迂回到克林基的后方进行突袭，而早已准备了察打一体无人机的乌军对俄军行动了如指掌，直接用了无人机摧毁了俄军迂回用的船只。在库皮扬斯克前线3日战斗中，俄军凭借集中起来的老旧装甲车队，从东部进攻斯泰尔马霍夫卡，试图在河谷以南的森林地带站稳脚跟，但结果失败了。号称集结10万的俄军，去年从库皮扬斯克的外围防卫圈辛基夫卡开始进攻，并逐渐向西移动，寻找乌克兰防线的突破点。然而，经过1个夏天的挣扎，一直被乌军堵在防御圈外。到了今天，俄军痛定思痛，改变战略，从哈尔科夫南部边境向库皮扬斯克辛基夫卡的分水岭突破挺进，同时试图从西面的莱曼战区寻找突破点，对库皮扬斯克形成包抄之势。但到目前为止，在这2个方向，俄军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如在昨天，乌军第6八旅就在莱曼战区马卡耶夫卡村以东的维尔卡峡谷击退了俄军突击队的进攻。这个村子俄军去年打了1个夏天都没有拿下来，今年火力军估计依旧拿不下来。此外，据哈尔科夫作战和战术部队通信部门代表维塔利·萨兰采夫上校称，俄军从库皮扬斯克抽调部队，加快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战斗。萨兰采夫指出，俄军已将第138联合武装集团军第6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3个突击队转移到了沃夫昌斯克。在赫里伯克地区，俄军还转移了1个小队的摩托化步兵
在3日战斗中，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和利普齐地区发动了6次袭击。看样子，俄军人不愿放弃哈尔科夫战役，毕竟一旦认输，俄本土能源设施将面临更大的打击。据俄罗斯卫星社法新社7月3日报道，俄国防部当天宣布，经过数月的入侵，俄南方集团军的部队完全占领了顿涅茨克地区恰索夫亚尔定居点的诺维区，消灭了多达450名乌军士兵，还摧毁多辆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改善了前线形势。报道还提及，与乌克兰军方有联系的一个电报频道也证实了该地消息，但该频道表示，该地区已被俄军轰炸夷为平地。乌军的撤离是一个合乎逻辑但又艰难的决定。据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俄军就加强了托雷斯克附近的攻势，以此创造了向北攻击恰索夫亚尔、向西攻击阿夫迪夫卡的灵活攻击点。若俄占领乌东战略要地为真，俄军最终选择进攻了更具战略意义的恰索夫亚尔。据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纳扎尔沃洛申中校7月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在从托雷斯克对恰索夫亚尔进攻中，主要使用的是小型步兵战斗群和机械化攻击。不过，俄军也没有减弱对阿夫迪夫卡的进攻。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7月2日指出，俄罗斯中央集团军群在这2天战斗中也加强了对托雷斯克的进攻。他认为，俄中央集团军正试图通过拿下托雷斯克，从而切断阿夫迪夫卡至康斯坦丁尼夫卡公路沿线的乌克兰阵地补给。目前，恰索夫亚尔和阿夫迪夫卡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是否能拿下这2地，又能否守住，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7月3日表示，如果俄罗斯试图扩大现有战线，乌克兰将能够发动更远距离的打击。啥意思？就是说，俄罗斯敢有异动，美国很可能会取消乌克兰只能在距离边境100公里的区域内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要知道 ，ATACMS 导弹的射程可是有300公里，在这个射程内还会有多少俄军基地军事目标会遭到打击？在俄乌战争中，无人机是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俄乌双方都在使用数千架无人机，要么以小博大打击对方高价值目标，要么作为信息中转，为炮兵提供敌军坐标。在拦截无人机方式上也多种多样，如俄乌双方都使用各种防空系统来对付小型无人机，但这些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非常规且数量有限。打载人战斗机、巡航导弹、大型无人机还好，拦截小型无人机多少有些浪费。其他拦截方式还有电子战系统、步枪、机枪、高射炮等，甚至逼急了棍棒、石头都是拦截无人机的武器。不过，相较于乌军无人机，一开始的技术战术两开花，俄军是在损失大量装备后才开始注重无人机的开发。如今，俄军再次偷师乌克兰，对外展示了一款名为沃恩 9SP 的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实现了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这种最有效、最具性价比的拦截无人机措施。据悉，沃恩 9SP 无人机拦截器由俄罗斯红线公司研制，在执行打击任务时，其为按照操作员指令从45度倾斜发射架上起飞，然后靠着推进式螺旋桨驱动，速度可加速到200到240公里每小时，然后通过雷达探测乌军无人机，等接近目标后，它就会进行半自动攻击，使用激光指示器照射目标，并引爆自身弹头来拦截乌军无人机。当然，沃恩 9SP 无人机拦截器据说也保留有人工操作方式，摄像头可以将交战图像传送给操作人员，交由操作员决定是否引爆。因此，沃恩 9SP 可能有手动和半自动2种制导方式。出于保密，我们尚不清楚沃恩 9SP 的确切尺寸和重量，也不确定是否已经完成研发，但可以确定，一旦沃恩 9SP 批量生产，就能改善如今俄军被乌军无人机打得焦头烂额的局面。
特别是沃恩 9SP 可能具备的巡航模式。一旦确定，它就可以长时间覆盖特定的脆弱区域，如比尔格罗德，甚至可以保护行进中的俄军部队和车队，并在乌军无人机威胁出现时进行快速反应拦截。至于为什么是偷师的乌军，是因为这种用无人机拦截无人机的方式，乌军早有涉猎。今年4月，乌克兰曾宣布正在研制一款无人机拦截器，据报道称是一种比使用常规防空导弹更便宜的反无人机手段。乌军新型无人机的飞行速度将达到165千米每小时，飞行高度为1500米。6月份时，根据计划研制的乌军无人机就已投入战场，并击落了俄军的侦察无人机。如在哈尔科夫，乌军一架 FPV 无人机在操作员控制下主动撞向俄军扎拉侦察无人机，成功将其击落。可见，这种拦截方式已经正式纳入俄乌双方无人机作战理论的一部分。总之，俄罗斯是否能成功研制沃恩 9SP 无人机拦截器，并将其投入俄乌战争使用，目前仍有待观察。毕竟，欧美对其的制裁力度可不小。当然，沃恩 9SP 无人机拦截器的出现，也再次证明了无人机在传统战场上已经构成真正威胁。在未来战场上，这一类的反无人机拦截器会成为一个新开发领域，各国也将围绕此类武器展开新的战术安排。据多方媒体报道，6月27日，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环太平洋2024正式拉开序幕。此次军演主要分为2大部分，一是空中演习，二是海上演习，当然还包括少量的陆地和电子战演习。空中演习主要由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联合举行，其中法德西3国空军首先会前往美国阿拉斯加，与美国共同开展北极卫士联合军演。之后，法德西空军将抵达日本，参与日本自卫队举办的日本天空军演，接着还会参加澳大利亚举行的黑色沥青大规模联合军演。最后，法德西空军将会前往印度，参加有着印度版红旗军演之称的塔朗沙克地联合军演。至此，这场海外大规模联合演练计划将进入收尾工作。法德西3国空军将于8月中旬返回欧洲。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次演练地点全部位于太平洋及周边地区，预计总航程接近6万公里。有专业人士分析称，这场史无前例的海外军事演练，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练兵行动。实际上，北约在借助这场演练来对外展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此来产生足够强的威慑力。就拿德国来说，在此次演习中，德国凭借一己之力单独提供了4架 A400M 运输机、8架台风战斗机、13架狂风战斗机、4架 A330 MRTT 加油机、4架轻型通用直升机。而日本自卫队仅提供4架 F-15J 战斗机，西班牙也就提供了4架欧洲战斗机以及2架 A400M 运输机。而且受俄乌战争影响，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日益紧张。在此次演习过程中，尤其是法德西空军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到日本的北部区域期间，会靠近俄罗斯的相关空域，因此不排除他们会在附近进行模拟进攻演练的可能，以此来对俄罗斯进行威慑。至于海上演习，共计由美国、英国、日本等29个国家，累计25000名士兵参与，全程都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区域进行。据悉，此次演习将会出动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50架战斗机以及少数陆军部队。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多舰水面战、多国两栖登陆、航母打击群对实弹部队的多轴防御等一系列场景的多领域战争。为了能够提高此次军演的威慑力，美国还将老化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拖入了珍珠港。据悉，这艘两栖攻击舰的排水量达到了4万吨的级别，将被设为此次演练的模拟打击目标之一。这场模拟战将会成为此次海上演习的重头戏，美国更是想借此机会证明其海军拥有着能够击沉大型航母的作战能力。
为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将合作在3国边境上建造600个军事碉堡，共计花费6500万美元。据爱沙尼亚参谋总长赫姆勒表示，这个项目的建设并非是为了抵挡俄军进攻，而是为了在边境处能够更好地利用无人机监视墙对俄罗斯实施监控，从而能在第一时间锁定俄军突破位置，并以最快速度进行回击。同时，他还强调，波罗的海国家应该确保其拥有大量远程攻击弹药，以来防范俄军的突袭。据瑞典米尔雷姆机器人公司宣布，瑞典此前向其购买了一款新型无人机地面车辆泰米斯，并已经对此进行了评估。瑞典表示对泰米斯的功能相当满意。据悉，泰米斯采用了开放式架构，能够根据不同的任务快速实现相应的功能布置。其采用混合柴电推进系统，几乎没有噪音，可以提供多任务能力。而泰米兹的货运版本则是配备了更加先进的智能功能套件，能够更加智能地实施自动驾驶，并且通过集成第三方技术模块，还能够执行伤员后送以及侦察和战斗任务。该车辆可承载750至1200公斤，因重心低而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时速最高可达20公里。目前已有16个国家正在使用泰米斯，主要用于在冲突地区进行运输物资。在冲突地区，士兵执行后勤任务时有极高的风险性，这个时候泰米斯无人车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士兵负担，增强步兵队伍对抗对手的机动性和有效性。泰雷兹集团7月1日宣布，将会增加70毫米导弹的产量，计划从1000枚上升到5000枚。泰雷兹集团是欧洲70毫米导弹的唯一制造商。为了响应北约的号召，其在比利时工厂新开了一条装配线，以此来增加70毫米导弹的产量。当然，泰雷兹集团并不是唯一一家增加弹药产量的欧洲防务集团。早在今年3月份 ，MBDA 就已经宣布将会根据 ASAP 计划加快相关导弹的制造进程，而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就是目前焦灼的俄乌战争。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自2022年以来，欧盟诸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近50万发炮弹。目前，乌克兰正在使用的就是70毫米北约标准火箭弹。乌克兰军队巨大的炮弹消耗量让欧盟各国有点吃不消，于是纷纷着手对各自的部队进行深度武装，尤其是炮弹补给和库存方面。据悉，欧洲共有约2200家国防承包商，但大多都规模小，缺乏竞争力和统一规划。这种分散的军火采购模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5年，各国联合采购的比例不足20%，而且由于国防集团过多，产出的武器系统型号五花八门，兼容性十分差劲。为改进这一状况，欧盟不得不对欧洲各国的国防工业进行扶持和改革。今年3月，欧盟拨款20亿欧元来帮助欧洲各国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其中有5亿欧元主要用来增加弹药的产量，目标是到2025年年底，年生产量能够达到200万枚。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本月抵达的 F-16会有几架？俄军下一步会有哪些行动？以及对俄乌双方的无人空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